东西，很不错的。大家看看，哎，爸妈，儿子不孝，清远阁传了5代人的招牌，可能要在我手里完了。朱晨，刀疤哥，大疤哥，哥，你这是干嘛呀？给我打盆水。不是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哥，我怎么做生意啊？哥，不是，叔父，不是哥，你这样我没法做生意了呀。你做生意，我1周来3回，你倒是把钱还我呀你！哥，我跟你说了，我这现在是真没钱。没钱啊？我记得你前女友李小文不是跟柳少成天吃香喝辣的吗？你来，你再看看我们哥俩啊，都饿瘦了。你要不找你前女友借点钱？不是哥，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你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现在手里那儿有一个花瓶，你等我把花瓶卖了。得，我现在什么都不要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只认现钱。哎，这水有点凉啊，给我烧热去。哥，这是我最后的东西了，你看能不能当点钱？我看看，那什么破玩意儿啊！哎，过来，这玉佩不错呀！啊，给我！求你了，这个真不行，我求你了！去你的！我告诉你啊，陆晨，今天不给钱，我明天还来。没钱，我把你店给你砸了。走！你们欺人太甚！爸妈，清远阁可能真的要完了。收好了。现代仿品价值约200元，做旧工艺品价值约80元。大明永乐玉质金丝楠阴沉木价值约180万至220万元。这是物品价值。我能看见物品价值了。真的，金丝楠木，永乐玉制的。不对，玉佩。上古鉴宝神铜粉圆碎片，可鉴别万物价值，不可估价。是玉佩给我的能力。爸妈，你们看见了吧？咱们家有救了，清远阁有救了。老爸，柳成人遂我传家宝，夺我所爱，这仇我记下，一定让你们100倍偿还。老板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去清远阁找陆晨那小子了。他乖乖把店交给你了。那小子穷横穷横的，我就使了点小手段，那谁曾想他敢跟我动手啊？然后就自己没站稳，摔门上了，还进了红。
刀疤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软的、硬的、明的、暗的，我只要结果。清远阁那块地我必须拿下，陆晨那块玉佩我也要。如果连这点事都做不好，那你对我就没有任何意义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下去了。哎，不能再降价了啊！已经是最低价了，跟您谈好的价。这是第3天，还有4天交租，5000块。清远阁可不能倒在我手里啊！爸妈，你们在天上看着，儿子现在只能靠这双眼睛了。哎，过来看看啊！这是做旧仿品，价值约150元。这个是祖传的彩釉，颜色都是极好的。咱一口价，好吧？哎呀，我再看看吧，我再看看。小伙子，看看吧，啊！民国37年石印本，价值180到220元。来，过来看看，过来看看，老物件都是老物件啊！嘿呦，小伙子喜欢什么？随便看。哎，看看看，这个怎么卖啊？好眼力，明代青田石300。你看这包浆啊，多自然呐！现代机器雕，当前价值40至60元。我再看看吧。清末明初普通西铜壶，350元至450元。利润太薄了，需要懂行的买主，我没时间慢慢出货。哎，您再看看吧。哎，清乾隆御窑厂制粉彩缠枝连纹笔写真品，价值380万到450万。380万是乾隆粉彩御窑厂真品，房租清远阁有救了，真的有救了！不能急，绝对不能急。武安行最忌讳漏气，摊主但凡看出一点苗头，价格都能翻上天。哎，老板，啊，那些旧书怎么卖？啊，1本20，5本80，10块一本吧，我挑2本。那行，给你吧。过去了。 Hello， 哎，这黑疙瘩是什么玩意儿啊，你说这个啊？不知道哪儿收来的，在我这儿放好多年了，一直没人要。全是油啊！这是不是放厨房里盛酱油的呀？是吧？你要啊？给100块拿走吧，我还能腾块地方。 100啊，50我都嫌多呀。那你给多少30， 30我都收不来呀。那我不要了。哎，80，最低了。 50，不行就走了啊。行，给你吧。这我地方挣你就赚。大了，我告诉你哦，老板。老板，这玉壶春瓶画工倒是标准，釉面也温润，什么年代的？老板，这玉壶春瓶画工倒是规整，釉面也显温润，什么年代的？姑娘，好眼力呀！这可是正经的乾隆民窑的精品啊！你看这青花发色，多沉稳呐！还有啊，这缠枝连纹画的多流畅啊！这包浆也自然，这绝对是开门的老物件。乾隆民窑啊，这器型倒是规整，青花发色也还算沉稳，声音也清亮。不过这釉面的光泽是不是有点太过于贼亮了？这底部的漏胎处，火石红似乎有点太浮了。哎呦，姑娘啊，你有所不知了，这瓶子它可是传世品啊，保存的好，没怎么受过土蚀，光泽自然亮堂。至于你说的火石红嘛，那是入过土又传世盘玩出来的效果，怎么能叫浮呢？
爸爸常说，民窑精品最考验眼力，高仿品足以乱真。这个瓶子看起来大开门，但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儿，可具体又说不上来。怎么样，姑娘？机不可失啊，这可是绝对的好东西啊！现代高仿，做旧手法高明，当前市场价值300至500元。老板，你说这是传世品？老板，你说这是传世品？啊，真正的传世品玩出来的光泽是内敛的宝光，润而不刺，而你这瓶子的光，这明显是刚出窑的火气没退干净，然后再用蜡打磨出来的贼光。至于这火石红，颜色浮于表面，分布过于均匀，是用了化学药水浸泡催出来的。真正的火石红呢，是从胎骨里泛出来的，深浅不一，有过渡。你小子别在这儿信口开河，画我生意啊！来，再看看，再看。对啊，是贼光，这火石红也太均匀了，原来是做旧的。底足胎土过于细腻均匀，是现代机械炼泥的精。真正的乾隆时期的民窑，胎土没这么讲究，会带有杂质和孔隙。姑娘，你的怀疑是对的。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点破，我差点就……是我学术不精，还得好好练练。我们这行啊，水深，小心点呢是好事。你们到底买不买？不买，别在这儿打扰我做生意。走走走走。你好，我是林雪，是雪月阁的，能认识一下吗？你是陆晨，你能教我看东西吗？我请你喝奶茶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当这是谁呢？这不是我们陆大少爷吗？姐，聚宝轩的王老板这次可算把压箱底的好货让给我了，80万。人家说了，这瓶子摆在客厅里风水都能转3转。哼，小文也说好看。这不是我们大名鼎鼎江城一中的传奇人物，清远阁的少东家陆晨，陆大少爷吗？陆大少，你不在你家那个快倒闭的店里待着等死，跑这儿来捡垃圾啊？嘿，哟，小雪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我得说你2句了啊！你这都跟什么人在一起啊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就他家那个破店欠了一屁股债。当年他的父母就是眼力不行，活活给气死了。就这种人配站在古玩街吗？配碰古董吗？柳成人，你说话放尊重点。小雪，给你看看我新淘过来的大宝贝，聚宝轩的正品之宝，正儿八经的乾隆官窑玉壶春瓶，我花了80万请来的。你们看看这画工，这釉色，这器型，你再看看他怀里那个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怕不是在哪个垃圾堆里捡出来的，黑不溜秋，跟茅坑里的石头似的。就是柳少说的对，那破玩意儿就是我摊上垫桌脚的，我50块钱卖给他，我都亏心呐。清远阁就接过那家快关门的店吧？就那夫妻俩赔光的那家店吧？谁知道那家儿子也是那德行，抱着个垃圾当宝贝，笑死人了。陆晨，李小文现在跟我好，他说你连个像样的包都买不起，你这种货色只配在泥里打滚。来，大家快来看看啊！这个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江城一中高材生呀，清远阁的继承人，现在就是个穷光蛋，只配在垃圾堆里捡垃圾了。你们看看这玩意儿，白送我都不要，给狗啃，狗都嫌它硌牙呀，怕不是从哪个死人堆里刚刨出来的。真他妈晦气！刘少，你刚才说你这是什么？乾隆官窑影啊？哎呀，你说你眼瞎的毛病呢？从高中的时候连抄我作业，连名字都能抄错的时候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？拿个假瓶子，拿个假瓶子，你敢说我这花瓶是假的？陆晨，你是个家破人亡的丧门星，你不把话说清楚，我今天弄死你！我让你去陪你那对垃圾父母。你怎么说话呢？刘成人，你除了会大呼小叫，还会说什么？陆晨敢一条条说清楚，你敢一条条听吗？
是不是心虚啊？行，我跟你说清楚。第一呢，先看款识，你这个字体浮夸无力，软趴趴的像蚯蚓爬。你觉得乾隆官窑的款识会是你这种货色？刘少，你但凡看过一本乾隆官窑款识图谱，你都说不出这是真的。这叫古朴，你懂什么？行，第二要看釉色，你这个呀火气冲天，光刺的人眼睛疼。真正的乾隆青花，釉面温润如玉，是内敛的宝光，不是你这种地摊玻璃的贼光。好像是亮了点啊。这是保存的好，保存的好，那咱就看第三点，咱看骨子里是什么货色。真正的骨瓷呢，历经岁月，胎骨温润，而你这个瓶子呢，胎质粗糙疏松，用的是现代机械压胚，这里面满是气泡和杂质。最可笑的就是你这个，哎，老板，借你强光手电一用。大家请看，这是化学药水浸泡做旧，再用喷枪模仿岁月磨损的痕迹，手法低劣，连高仿都算不上。现在景德镇批量生产的低端产品，成本最多800，而且包邮。80买10万800。像这次亏到姥姥家，笑死人了！柳承仁，听见了吗？800块，你还跟个宝似的在手里捧着，就你这眼力，还好意思说人家是下等？我看你啊，才是最大的笑话。让一让，让老夫来看一看。让一让，让老夫来看一看。刘少，可否让老夫一观？哎呀，王爷爷，哎呀，您快看看，这肯定是真的，肯定是陆晨那个废物瞎说。刘少，这釉面手感确实不错，胎足露胎处啊，火石红是后染的，青花发色浮于表面。这瓶子正如这位小友所言，是件新仿，还是假的呀？而且仿的不甚高明。王掌柜，既然您在这儿，小贝这儿也有一样东西，想请您帮忙长长眼。这染料渲染，层次分明，这包浆温润自然，这就是岁月摩挲出来的宝光啊！这位小友，这难道是乾隆本朝御窑制作的粉彩缠枝连纹笔洗吗？真品呐，真品呐！乾隆粉彩，御窑厂，真的假的？王掌柜亲口认定的真品，这飞哥的是国宝。这位小友，你这笔洗卖不卖？不卖，老夫愿出300万，现款马上转账。你早就看出来了，从你花50块钱买它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柳承仁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花80万买了个破烂，人家50块买了件国宝，到底是谁有眼无珠？谁才是真正的行家？刘少，现在谁才是捡垃圾的？不可能啊！假的，都是假的，是你们啊！是你们骗我！我这是真的，是真的！刘公子，刘少，你怎么了？快叫救护车！叫救护车呀！叫啊！活该，这就叫恶人有恶报。陆晨，你走吧，真是晦气。他不会死了吧？那我们一会儿喝什么奶茶？哎呀，爸妈，看见没有？咱家有救喽！陆晨，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啊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你不还我钱，我把你这个店给你砸了！刀疤哥，钱过几天就有了。你等我把东西出手了，我就第一时间给您还上，连本带利。你能有什么好东西啊？啊！我看陆老板，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给我砸！啊！我没说不还你们钱的。你们干什么？小姨，就是这样。你们干什么？不是，你是谁呀？啊！敢在我林月如的面前撒野，滚！
给我等着！小姨，这就是超级厉害的陆晨。陆晨，这是我小姨林月如。你好。你就是陆晨啊？让我外甥女念叨了一路的大师。没有，大师谈不上，还是感谢阿姨出手相助，谢谢阿姨。小姨，就是那个笔洗，乾隆官窑的，值几百万呢。几百万？就这？小子，古玩行的水深着呢，运气好一次不算什么。你别是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，或者这根本就是个套，想骗我们小雪这种不懂行的。小姨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陆晨他不是那样的人。没事，林小姐谨慎点能理解，但是东西就在这儿，是真是假自有公论。清远阁虽然小，但是做的从来都是光明正大的事儿。小姨，你看啊，陆晨有这么一个宝贝，他需要一个好的平台才能卖出高价，而我们雪月阁也正好需要一件好的拍品。如果我们雪月阁帮他卖这个宝贝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，跟我们回雪月阁一趟。要是让我发现你徒有虚名，或者敢打我们小雪的主意，不会，没有。等一下我姐，走吧，你等我一下啊，姐。老板，陆晨那小子，他攀上高枝了。过程我都已经知道了，你不仅没有逼走陆晨，还让雪月阁那个林月如当场把你给揍了。刀疤，你真是越来越有长进了。老板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我带人把他雪月阁给他砸了。蠢货！然后让执法者顺藤摸瓜找到我这儿。现在雪月阁已经明目张胆的插手了，你还以为小打小闹呢？打狗还要看主人，你陆晨竟然敢当众打我的人，简直不把我云烟斋放在眼里。还有雪月阁那几个女的，敢和我作对，这笔账已经不是简单的把他陆晨的东西拿走那么简单了。刀疤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从明天开始，24个小时派人盯紧陆晨和雪月阁，我要知道他们去了哪儿，干什么，所有细节一清二楚。老板，你的意思是连雪月阁一起？不能留了。至于那个陆晨，他不是眼光毒吗？他不是会鉴宝吗？雪月阁不还指着他重振旗鼓吗？好啊，哼，那就让他知道古玩这行的水有多深。好，老板，我一定盯紧陆晨和雪月阁，我不会再犯错了。陆晨、林雪、简雪、林月如，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得罪我柳如烟的下场。哼！来这边，陆晨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雪月阁的鉴定室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雪月阁是整个江城最老牌的拍卖行，从我爷爷那辈就创立了，到现在已经快100多年的历史了。确实有百年底蕴。陆晨，你坐。啊，好。陆晨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其实我们雪月阁最近遇到了点麻烦。柳如烟的云烟斋这几年势头很猛，抢了我们不少生意和客户。这次请你来，一是真心的想要和你合作，二也是想请你帮帮雪月阁。哦对，一会儿要来的是简雪姐，她是我们这儿的首席拍卖师，也是一个鉴宝天才。不光人长得漂亮，能力也很强，就是脾气有点冷，眼光毒得很，好多老藏家都怕她呢。是吗？那我更想见识一下了啊！还有我的小姨林月如，刚才你见过的。哦，她是负责我们整个拍卖行的安保的，从小练武，厉害着呢。不过她总是觉得接近我的男人都不怀好意，所以一会儿你别介意啊。不会的。小雪，小姨，简雪姐。小雪，这就是你在电话里激动了半个小时，
说的那位在地摊上捡了国宝的陆晨陆先生。你好，小雪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古玩行里骗子最多，尤其是那些看起来人畜无害的。某些人仗着自己有张小白脸，编个故事就想骗财骗色，这种套路我见多了。我们雪月阁现在处境艰难，更不能出任何纰漏。小姨、简雪姐，你们别这样，陆晨他很厉害的，刚才在街上连王掌柜都亲口认证了，那件笔玺是真的。王掌柜，真古斋的王老爷子，他年纪已经大了，偶尔走眼也是有的。陆先生真是年轻有为，不知师承哪位大家？是故宫博物院的哪位老师，还是哪个流派的传人？没有，我这个家传手艺不值一提。那东西在这儿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。小子，我警告你，要是敢拿假货来消遣我们，浪费我们雪月阁的时间，后果你承担不起。小姨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小雪，玉茹姐的话虽然直白，但并不是没有道理。古玩这一行，信誉就是生命，我们雪月阁现在更不能有任何闪失。这是还是乾隆时期的，这器型倒是规整，缠枝莲纹画的也还算流畅，这釉色肥润莹亮，有胶质感，是典型的乾隆时期特征。这画工莲瓣的晕染层次分明，过度自然，绝不是普通仿品能达到的。这胎质细腻洁白，这橘皮纹自然均匀。怎么了，简雪？你再好好看看，就算这做旧水平高，肯定有破绽。林小姐，你指那个应该是人为附着物做旧，那种通常用胶水混合泥土凝制而成，油盐熏制，附着生硬，分布不自然。这鼻息角落的包浆温润厚重，这是由内而外泛出的宝光，与污垢融汇自然。这是岁月沉淀的痕迹，绝非短时间能做出来的。还有这酥麻离清的晕散感，青料深入胎骨，铁锈般分布自然。这确实是清代早中期特点。就算这些特征都对，也只能说明仿造者水平高。现在这高仿技术日新月异，高水平仿造成本极高，谁会耗费如此巨资去打造一个相对冷门的笔玺，然后扔地摊上卖100，换你干嘛？逻辑上都说不通啊。逻辑上都说不通。陆先生见识不凡，这件缠枝莲纹笔玺，从釉、彩、胎、工、形、旧器等方面初步判断是对的。耶，我就说吧，简雪姐都说是真的。但是为了对客户100%负责，我们要进行更严格的科学检测。对，科学检测最准。就算笔玺是真的，也只能说明你是运气好，碰巧蒙对了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呀，更何况我的运气向来不错。陆先生，我这里有3位朋友送来的物件，困扰了我们许久。1件瓷器，1幅字画，1件铜器，都让我们的鉴定团队意见分歧，能否请你长长眼？这3样东西可是难倒了好几位老师傅，陆先生可要仔细看。陆晨，别紧张。没事儿。哎，简小姐，您是想考教陆某的眼力，还是真心求教？有何不同？若是考教，我说出结果便是；若是求教，我可以说出理由。哼，口气还不小。那你说说看吧。好，这件宣德青花呢，青花发色艳而漂浮，釉面贼光未退，款式绵软无力，而且最重要的就是，看，釉下气泡均匀如鱼子，大小一致，这是现代器窑的特征。而真正的宣德青花用的是柴窑，气泡大小不一，层次分明。此物现代高仿，做旧时间不超3年。而这个唐伯虎，画工尚可，磨得形似，但败笔有2：一是纸，唐寅所用当为明代中晚期棉料宣纸，纤维长短不一；而这个纹理均匀，这是机器压制的痕迹。2是墨，真迹墨色历经数百年，沉静内敛，而此画墨色浮于表面，分布过于均匀，这是大概去年天津出的货。
至于这款铜炉，几款大明宣德年制，比例稍弱，刻工略显迟疑，是后刻的，但是器物本身手感坠实，包浆厚实。这个是经年累月人气盘玩所致，仿不出来。这是一件明末清初时期高手的仿宣德炉作品。你居然知道的这么清楚，连产地和大致年份都……这件铜炉，我们之前一直以为是民国仿，断代在清末明初，你居然一眼就……明末清初，这缎带比我们之前判断的早了近200年，价值至少翻3倍吧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陆晨是最厉害的。陆先生，哦不，陆大师，您真是神乎其技，眼力、见识、判断皆是我生平仅见。我为我们之前的失礼和怀疑向您郑重道歉。你确实是有真本事，是我林月如有眼不识泰山了，说话难听，对不住。我们雪月阁现在确实需要您这样的高手。哎呀，简小姐、林小姐言重了，陆某只是家学渊博好，加上运气好罢了。陆大师，这绝非运气。明人不说暗话，我们雪月阁现在处境艰难，柳如烟的云烟斋步步紧逼，抢客户、挖墙脚，甚至不惜散播谣言诋毁我们。我们需要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，需要一件能镇住场子的重器，更需要一位能稳定军心的定海神针。今后您捡漏得来的宝贝，可以全部交由我们雪月阁来拍卖，我们只收取行业内的最低佣金。另外，我们诚挚地聘请您担任我们雪月阁的首席特邀顾问，不需要坐班，只需要在有重要藏品和疑难杂症时出面把关，年薪300万，另有绩效分红。合作可以，但我有2个条件。您说。第一，我只负责鉴定，不参与你们的日常管理和商业决策。第二，我只是你们的合作顾问，我不想被打扰。完全没问题，都写在合同里。陆先生，您这是答应了？陆晨，不，师傅，你实在太厉害了，你能不能教教我？我也想学鉴宝。我们一起把雪月阁重新做起来，把元斋比下去。小雪，别胡闹，鉴宝需要天分和累积，岂是儿戏？不过陆先生，小雪虽然莽撞，但说的是实话，我们雪月阁现在确实需要你。哎呀，可以，拜师就不必了，我们互相学习，共同进步。你要是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偶尔和你讲一下入门的基础知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一言为定。陆先生，您的那件笔洗保守估价在400万以上，它将是我们秋季大拍的重头戏。等拍卖流程走完，拍出之后扣除押金，再支付剩余款项。我会先让财务支付给您100万预付款。好。爸妈，你们看见了吗？清远阁保住了，陆家不会倒。柳成人、柳如烟，我们的账慢慢算。这太小看着还挺好的。是啊。哟，陆老板，生意兴隆啊！哎呀，你现在可是雪月阁的大红人，柳老板让我们向您带好啊！柳如烟，他有什么指教啊？指教不敢当，柳老板知道陆老板现在是火眼金睛啊，特意派我送来一件重器，给您长长眼。哎，你可不能退缩啊，要不别人该说你是欺世盗名的骗子，也给雪月阁丢人。果然来了，柳如烟这么快就坐不住了。这么贵重的元代青花国宝，柳老板不自己留着，反倒拿给我这小店来长眼。陆某年轻学浅，恐怕担不起。陆大师谦虚了，谁不知道您是火眼金睛啊？我这个瓶子，您就给长长眼。哎呀，我不……陆晨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今天这瓶子你是长也得长，不长也得长，要不我就让全古玩街的人都知道，你那雪月阁
狗屁不是！到时候我看你们怎么做生意。大八哥，那就献丑了。是元青花吗？看着像是。哇，元代青花，苏麻离清料，铁锈斑深入胎骨，吸光内蕴。哦，哎，书上和电视上应该都是这么说的，对吧，大八哥？那可不，这是正儿八经的国宝，至正型元青花，柳老板从海外重金淘回来的。哦，可惜呀。诸位请看，这所谓的铁锈斑呢，颜色紫黑，边缘锋利，像是用墨水点上去的。而真正的苏麻离青铁锈斑呢，是在烧制过程中自然析出凝聚而成，边缘呢有自然的晕散感，像水墨在宣纸上印开，深浅不一，生动自然。而这个呢，看颜色是不是淡了？它掉色了，这是人为用高锰酸钾自然析出的，腐蚀釉面做出来的假锈，徒有其表，败絮其中。哎，你可别胡说啊，这是包浆。那咱就再看这釉光，元代青花呢是历经数百年岁月，釉面宝光内敛，温润如玉，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柔光，俗称蛤蜊光。而你这个，乍一看似乎温润，但细看之下呢，光泽呆板，像一层浮蜡，行话叫死光，或者是贼光未退尽。真是。你别空口白牙啊，拿出证据来。那咱就说点再实在的，胎土。元代制瓷呢，用的是景德镇麻仓土，俗称糯米胎，放大它呢有粗颗粒感，烧成后啊，底部漏胎处常常带有自然火石红。啊，你们看看，这胎土细腻洁白的像面粉，均匀的过分。这个呀是现代高岭土，经过多次淘洗、过滤机器炼泥的结果，而且手感异常坠手。这个呀是为了模仿古瓷的厚重感，造假者呢往往在胎土里掺入石英粉、水泥，来增重。这种胎呢毫无古意，一摸便知。你血口喷人啊！你有什么证据啊？就你们这种粗糙的手法、低劣的手段，还有你刀疤今天反常的捧场，应该是云烟斋的柳如烟派你来的吧？想用8000块买一个破烂，就想冒充国宝来砸我招牌，砸我们雪月阁。你们云烟斋呀，也就这种下三滥的本事了。你放屁！我告诉你啊，陆晨，你敢侮辱柳老板啊，断我财路！哼，好，我今天非扒了你的店不可！你又来你！我看谁敢动手！我看谁敢动手！怎么，云烟斋柳老板的手下只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了？踢馆不成就要动手砸店，古玩行的规矩都让你们就饭吃了。林月如，这是我跟陆晨的私人恩怨。私人恩怨？你带着假货来我们雪月阁合作顾问的店里闹事，还想打人砸店，这已经是寻衅滋事，违法乱纪。我们已经报警了。哎呀，各位亲朋邻居啊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他们云烟斋拿假货来找我长眼，就因为被我指出破绽了，他们就要砸我的店。你太过分了你这样以后谁还敢跟你们做生意啊？你这种行径是什么？这是恐吓，这是黑社会做派。今天他敢对我这样，明天就敢对你们在座的各位这样，这谁来报警呢？哎呀，说得好，云烟斋太黑，居然假货坑人，报警，法制社会把你抓起来。哎，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哎，大哥，国宝。小心着点，别把你的国宝给摔坏了。八哥，告诉柳老板哈，下次用酸别太多啊，釉面都烧坏了。陆晨，你也太厉害了，你是怎么一眼就看出来的？还有，你怎么知道是柳如烟指使的？假的就是假的，破绽太多。至于柳如烟嘛，
你说除了他，还有谁会这么着急，想把我刚立起来的名声给打下去啊？跳梁小丑，陆晨啊，你这次算是把云烟斋给得罪透了。柳如烟这个女人睚眦必报，你可得小心点了。债多了不愁，我也不怕他来找我，他来找我，我也不理他。如果他非要来欺负我，但他要是执意要碰一碰雪月阁，我保定。没错，让我们一起把云烟斋比下去，让雪月阁重回巅峰。耶，耶！陆晨那个废物，王掌柜竟然亲口认证他捡那个破东西是乾隆珍宝。成人，别生气了，来，喝杯酒消消气。这可是你最喜欢的罗曼尼康帝。消气？我怎么消气？现在全京城人都知道，我柳成人花了80万买了一个假瓶子，而他陆晨花了50块钱捡了个国宝。他在古玩街还不给我捡面子，这都不算完，雪月阁那3个女人居然当场就把他给请走了。林雪那个小丫头片子竟然还挽着他的手，简雪那个女人竟然开出了1年300万的顾问费。300万，他陆晨凭什么？他不就是一个父母早亡、店铺早就要倒闭了的穷光蛋吗？他凭什么踩在我的头上？成人，你冷静点。陆晨，我跟他在一起3年，他什么德行我最清楚。他呀，就是个书呆子，成天除了啃他爸留下的那几本破书，没有什么本事的。早年间家里好的时候，看着还可以，现在就是个空架子。王掌柜亲口说了，乾隆粉彩几百万，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。古玩店每天人这么多，总有人走运捡漏的。他呀，就是运气好，蒙对了一次。你还真当他有什么大本领了？古玩店每天人这么多，总有人走运捡漏的。成人，你想啊，他要是真有那眼力，他家境能落魄成那样？他爸妈能收一批批假货，被活活气死？还有他之前能被刀疤那种混混逼得走投无路，不过就是运气好，加上他耍点小聪明，才糊弄了王掌柜那种老头子而已。雪月阁已经被你们云烟斋压得喘不过气了，正需要一个噱头来挽回名声。陆晨他就正好撞上了，他们就顺水推舟把他拉出来做个活招牌。说白了，他不过就是雪月阁的一个棋子，一个工具人而已。你还真把他当个人物了。哎，你别说，说的有点道理。本来就是嘛，你呀才是真正的豪门少爷。他陆晨不过就是底层爬出来的小人物，你可是跟着赵一眼大师学本事的。像他那种小角色，就算一时得意，也改不了骨子里的穷酸和短视。既然他没什么真本事，全靠运气，那我更不能放过他了。他当街让我姐出丑，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前不给我面子，这笔账得好好算算。你打算怎么算呢？他不是眼睛毒吗？那我就带他去一个考眼力的地方，赌石场。我要在那里彻底把他踩在脚下。赌石？太好了，成人，到时我陪你一起去，我要亲眼看看陆晨是怎么跪在地上求饶的。陆晨，这个月的流水算出来了，光是那件比喜的预付金，再加上那几件小拍的佣金，我们这个月就已经入账120多万了。清远阁的房租不但够了，我们还可以把店面重新装修一下。哎呀，装修倒不着急，先把之前的欠款给还了吧。
剩下的呢，我想买一些好东西来镇店。哟，收拾的挺像样的嘛。陆晨，你是不是他妈的现在很得意啊？真以为抱上了雪月阁这个大腿，就真的飞上枝头当凤凰了？柳成人，你干什么？柳少，打碎物品呢，照价赔偿。你打碎的那个青花瓷瓶是清中时期民窑精品，估价33万8，给你抹个零，33万。33万？陆晨，你他妈想钱想疯了！就那堆垃圾，你还好意思管我要钱？店里的监控可都已经录下来了，你无故闯入，故意损坏财物，视频里可都记录得清清楚楚。你要么现在赔钱，要么我马上报警，告你寻衅滋事，故意毁坏财物。你柳大少要不要去拘留所待几天？钱？老子有的是钱，33万是吧？这是一张100万的支票。哎呀，不过这钱啊，可不是那么好拿的。你拿了这钱，要跟我去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赌石场。赌石场？你不是鉴宝很厉害吗？在地摊上还能看出那叫什么乾隆官窑，就是不知道你这眼力啊，能不能看到石头壳下的东西？你敢不敢跟我去赌石场玩一票大的？陆晨，别去，赌石跟鉴宝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，那里面的水太深了，一刀天堂，一刀地狱，他肯定已经设置好陷阱，等着你跳。我们的陆大师啊，只会躲在女人身后大喊大叫。也对，毕竟是个穷鬼，连饭都吃不起，怕是连赌石场的大门往哪儿开都不知道啊。我得说说你啊，林雪，你看你找了一个什么玩意儿？除了嘴皮子厉害，剩下的什么都不是。成人，你跟这种人废什么话呀？100万，打发叫花子都嫌多。哟，陆晨，好久不见啊！你看看你现在还守着这破店，听说你跟雪月阁的人搭上了，说是做顾问哦。好听点呢是顾问，难听点呢，不就是给人家打工当鉴定师吗？能赚几个钱啊？宝贝说的对。陆晨，哎，别怪我没给你机会啊，咱们就玩点简单的，咱们每个人各选3块原石，当场切开，谁的价值高谁就赢。赌约都写好了，谁输了就跪下来磕3个响头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学狗叫，然后终止所有和雪月阁的合作。你休想！陆晨，你别答应他，这就是赤裸裸的陷阱。林小姐，你紧张什么？难道是怕你的陆大师露馅儿，被人发现其实没什么真本事，全靠运气和一张嘴？毕竟赌石嘛，做不了假的。石头里有什么东西啊？可不是靠一张嘴皮子能编出来的。陆晨，你要是怕，现在也行，跪下，给我和我宝贝道个歉，然后说：“哎，柳少，哎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得罪你。哎，100万还是你的啊，咱们今天这事儿就过去了，怎么样？”哎呀，看清楚了，白纸黑字，公证人都找到了，签个字，可就不能反悔了。啊，那我签了。陆晨，不过赌约要加一条，加一条，谁输了，谁就永远退出江城古玩圈，白纸黑字，公正有效。而且赢家所在之地，输家必须退避3舍，输家不得参与玉石、古玩等相关的生意和活动。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柳少，害怕了，对自己没信心是吧？哎呀，玩太小没意思，你要不然学学狗叫，跟闹着玩似的，哼，配不上您的身份啊。好啊，来，陆晨，有种，玩就玩，谁输了，谁从今天开始退出古玩圈，现在就走，咱们在赌石场上见真章。
成人，这个赌注是不是太大了？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我今天让他输的连裤衩子都不剩。咱们走。哼。哎。陆晨，你疯了！赌石场的水很深的，根本就不是你靠眼力可以完全看透。而且那个柳成人，他为了学赌师，拜了赵一眼为师。赵一眼在赌石场已经混了30多年了，他们肯定已经跟赌石场的老板串通一气，就等着你往里跳呢。没事没事，你放心啊，我有分寸。正好呢，我也想见识见识他那个什么对眼师傅的什么本事。这个呢，就当成一会儿他交给我的学费了。走啊！拿走了。好，拿走。哟，柳少，今天又来玩点大的呀？哎，这位美女是？这是我未婚妻，带她来看看，顺便呢教训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。你说的是那个在古玩街让你姐姐下不来台的年轻人？师傅，就是他，叫陆晨。真有个赌石场啊！这咋看起来破破烂烂的，比我还穷呢？年轻人，古玩和赌石是两码事。古玩看的是历史、工艺传承，赌石看的是运气和经验、胆量还有人脉。这里的水远比你想象的要深，现在认个错，离开还来得及。对呀，刘少、赵老，大家都是朋友，何必伤了和气呢？这样，我做东，大家喝喝茶，聊一聊。不要，赌业已定，还是按照规矩来吧。怎么个赌法来着，刘少？简单，这里的原石，每个人选3块，不管大小，不管价格，现场切开，谁开出的翡翠价值高，谁就赢了。输的人跪下来，然后学3声狗叫，永远退出古玩圈。成人，你跟他说那么多干嘛呀？赶紧开始吧，待会儿我还要去挑结婚戒指呢。陆晨，别说我欺负你啊，这里的原石随便挑，哎，价格我出。今天呢，我就让你好好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你俩咋这么磨叽呢？快开始吧。就他了。你他妈是来搞笑的吧？怎么平时捡垃圾习惯了，赌石都来这一套？这种货色的原石，要是能开出翡翠，我把它吃了。你们不是因为没钱挑了块最便宜的料子，实在不行跟我们成人借点，买块像样的也行啊。小伙子，这块表现的真的太差了，要不你再看看，那边有性价比不错的公斤料。虽然很难大涨，但也不至于完全垮。陆晨，要不再看看？柳成人他们肯定会在好料子上做了手脚，但这个也太……哎，没事儿，相信我。看来我高估了这小子，这块料懂行的都不会碰。说的是啊，这纯粹充数啊。既然你已经选择了你的宝贝，现在该轮到我了。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真正的赌石。今天我就告诉你，什么叫做真正的赌石。那块，还有那块，忘了，还有这块。柳少好眼力啊！这3块石头加一起，总值630万。看见了吧，陆晨，这才叫做赌石。赌石玩的是眼力，是魄力，是实力，不是你在垃圾堆里捡破烂的运气。哼！今天呢，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陆晨，他们选中的石头看起来好贵，表现也不错。我们没事儿，放心，看着就好。老板，准备解石吧。刘少，您看先开哪一块？师傅，开莫西沙6。先开这个。好嘞。莫西沙1块。莫西沙，
刘少，我出300万，让给我吧。才300万，六少，真是好眼力呀！这块莫西沙少说也要450万。你看见没有？我1块顶你100块啊！成人，你太厉害了。陆晨，这才是真本事呢。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少丢点人就少赔点钱了，是吧？开第2块，木纳开窗6。我1块顶你100块啊！成人，你太厉害了。陆晨，这才是真本事呢。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少丢点人就少赔点钱了，是吧？开第2块，木纳开窗6。墨玉翡翠1块。我天哪，2连涨，总价值超1000万，就你那些破东西，能比得上我？我觉得吧，你还是现在道歉，跪下来叫我一声爷爷，我或许还可以考虑让你少学2声狗叫啊！陆晨，认命吧，你们别欺人太甚。哎，欺人太甚，我这是教他做人。哎呀，开第3块，让他输的心服口服。哎呀，不得了了！开出这么大一块墨玉翡翠，哇，柳少，今天真是好手气啊！这块翡翠少说也要1000万市场价。哎呀，陆晨呐，你输了，彻彻底底的输了。我柳成元3块原石开出价值超过2000万，你的原石能超过1万块钱的翡翠，我跟你姓。现在履行赌约吧，跪下来学3声狗叫，然后彻底离开江城古玩圈。陆晨，愣着干什么呀？怎么还不跪？你不是最有骨气的吗？输了呀就要认，别让大家看不起你啊！哎呀，你俩怎么这么聒噪呀？我的还没开呢呀！师傅，开我那块。啊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那就让你死个明白，师傅，赶紧开啊！切完了，赶紧跪下道歉。第1刀，白肉没化开。垮了，你说说，我就知道。果然，这个家伙怎么可能开得过？陆晨，看来你的好运气用光了。师傅，继续开啊！不对，颜色不对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哎呀，帝王绿，玻璃种帝王绿，我的老天爷！这颜色，这纯净度，极品帝王绿啊！这块帝王绿，温润如水，100年一遇呀！不可能，这种皮相怎么可能开出玻璃种帝王绿？我出1个亿，立刻就转账。1亿2000万，卖给我！不可能，肯定是你作弊了！哎呀，刘少，咱俩还有赌约呢。你，成人，哎，怎么了？哎，成人，哎呦，陆晨，你看把成人气成什么样了？他要是有个好歹，我跟你没完！哎，别呀，赌约别忘了哈，还有学狗叫，记得刷牙了哈。陆晨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姐，我要报仇！陆晨那个狗杂碎，先后2次让我吐血，现在让我成为全江城人的笑柄，我他妈弄死他！成人，你冷静点儿，你现在身体要紧，医生说了你是急火攻心，不要再动气了啊！给我闭嘴！要不是你之前跟他在一起的3年，我至于现在看到他就这么恶心吗？我现在一见他就想到你曾经是他的女儿，恶心！成人，你不能这么说呀，我现在心里只有你啊！够了，成人，你让姐姐很失望，输了1次2次，怎么就躺在病床上无能狂怒了？姐，
陆晨的事儿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姐，你有什么计划？陆晨现在可是风头正盛。风头正盛，那就让他摔得更惨。他不是会鉴宝吗？我就让他们一起付出代价。把人带到云烟斋。你们是没看见柳成人的脸啊，从红到白，从白到青，最后他一口血喷了出来。我的天，实在是太解气了，把人气到吐血，这小子下手挺黑啊。不过对付柳成人这种货色倒是刚刚好。小爷，重点是过程。陆晨他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所有人都笑他挑了一块没人要的破石头，连解石师傅都劝他换一个。可是他呢，他就那么气定神闲的往那儿一站，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结果一刀下去，不对，2刀下去，玻璃种，帝王绿，极品中的极品啊！金学姐，你是没看到那散发出来的光芒，简直像活了一样。我听说了。他不仅开出了极品帝王绿，还对翡翠的种水色底的评价精准的吓人。这已经不单单是运气好能解释的了。陆晨的眼力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，是吧？是吧？我就说陆晨他是最厉害的，鉴宝、赌石无所不能。他现在就是我的偶像。冷静点，丫头，你看你的魂儿都快被勾走了。不过这小子确实有点邪门，这运气好的不像话，本事嘛，也确实可以。以前一直以为他只是一个有点小聪明的落魄小子，现在看来是块蒙尘的璞玉，有点意思。不只是有点意思，月如姐、小雪，陆晨这次在赌石场大放异彩，不仅彻底打了柳成人和柳如烟的脸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在江城的顶级富豪圈和珠宝商那里一举奠定了大师的地位。这份声望对我们雪月阁来说是无价的。是啊，金学姐，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对陆晨。不能让他被别的拍卖行给抢走了。当然，这样的天才值得我们倾尽所有资源去和他绑定。或许我们之前给他的合约条件还是有些过于保守。不过能力越强，盯着他的眼睛就越多，麻烦们也会接踵而至。不怕，有陆晨在，有我们在，什么牛鬼蛇神都不怕。哎，这边请。好，老板，人我给你带来了，这位就是圈内的鬼手李，做旧行业真正的第一高手。他做出来的东西，就算阎王爷看了都分不出来。刘老板久仰了，您要的东西我带了。按您要求，仿明宣德青花，胎土用的是景德镇老坑高岭土。混合麻仓土，青料是专门从国外调过来的苏麻离青矿料仿制品，烧制温度、用料配方都尽量还原宣德本朝工艺。另外，我又加入了一些特殊的东西，这是最新的光谱检测报告，显示年代距今约600年，符合明代特性。普通检测手段，包括一些博物馆的常规检测，都过得了。确实。和真品一模一样，连我都差点看走眼。赵一眼那个老东西，这次倒还真介绍了个有本事的人啊。这是配套的证书，仿造雪月阁收藏记录、历次展览记录，上面的水印、钢印、专家签名都完美复制，用的是30年前的老纸张和油墨。好，很好。有了这个东西，再加上赵一眼在圈内的人脉和资源，雪月阁这次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哎，老板，咱们什么时候动手啊？明天。老板，你马上去安排，用海外匿名藏家的身份把东西卖给云烟斋，然后再以其用钱周转为由，低价转给雪月阁。记住，要快，要自然，要让他们觉得捡了个大便宜。明白，老板。李师傅，你的钱我给你打到海外账户，这件事儿……柳老板放心，做我们这行的
第一条规矩就是出了门不认识人。今天我就没来过这儿，您也没见过我。陆晨凌雪，简雪林月如，我要让你们所有人知道，得罪我柳如烟的下场。清远阁、雪月阁，哼，都给我变成废墟吧！老陈，哎，林小姐，这是今天刚送过来的，雨燕斋那边转过来的，说一个老客户急着用钱，抵押在那儿的。现在老客户那边等钱救命，雨燕斋就吃不下，就放到我们这里了。明青花还是梅瓶，器型规整，青花发色沉稳，铁锈斑自然，橘皮纹明显，釉面温润，底款也对。这边是证书，证书齐全，还有这个入库记录也对得上，这是5年前收的那批明青花里的。是啊，柳老板说绝对保真，客户急着用钱，以低于市场价300万的价格转给我们，他们只赚个介绍费。这东西看起来确实没问题，证书也对，价格也合适，收下吧，入库登记在册。哎，好嘞。各位贵宾，这边请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次拍卖的重头戏，第38号拍品，明宣德青花缠枝连纹梅瓶。此瓶传承有序，证书齐全，经多位专家鉴定为宣德本朝官窑精品，起拍价200万。请出价。250万。250万。300万。300万。你看，大家都认可。500万。500万。您二位还要加价吗？先生，500万，恭喜您。谢谢您。成功了，小叶，我就说是真的吧。那个人好像不是圈内的老藏家。有人吗？有没有人？先生您好，您找谁？有预约吗？把你们负责人叫出来，立刻马上。我就是雪月阁的负责人林雪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什么事儿？你们雪月阁卖假货，欺诈消费者。先生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这件梅瓶我们是经过严格鉴定的，证书都齐全。鉴定？林小姐，我们是国家文物鉴定中心的，这是我们的证件。我们受这位先生委托，对这件明宣德青花梅瓶进行了碳14检测。检测报告显示，这件瓷器烧制的年代不可能超过10年，而且证书也是伪造的，这根本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不可能，这个我亲自看过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花了500万买了个假货，你们雪月阁也是100年老店，就这么欺诈消费者是吗？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这位先生，我们雪月阁会对此事展开彻底调查。哼，调查？证据确凿，还需要调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已经向消费者协会还有文物局实名举报，雪月阁关店。李总，不好了！文物局和工商局的人来了，说要封存仓库，调查我们所有的藏品和账目。欺人太甚，这是要把我们置于死地啊！我们必须立刻找到破绽，证明那件梅瓶是被人故意做局陷害我们的，否则雪月阁真的就完了。各位媒体朋友，各位同行，今天我以古玩协会副会长的身份，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坐在这儿。我们必须要向大家揭露一个令人发指的事实，一个严重玷污我们这个行业100年声誉的丑恶行径。
经过我们协会初步调查以及权威机构的检测确认，已经可以确定，雪月阁拍卖行在上周的拍卖会中，以500万元的天价公然拍卖了一件现代高仿明代青花梅瓶，这是赤裸裸的欺骗，这是对那些所有信任他们的消费者和藏家严重背叛。柳会长，您说雪月阁作假，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这是那件明代青花梅瓶，这是国家文物鉴定中心出具的碳14检测报告 X 荧光光谱报告。报告中明确显示，这件瓷器的烧制时间不超过10年，是彻头彻尾的欺骗。雪月阁方面对此有何解释？解释？他们能有什么解释？证据是伪造的，东西是假的，铁证如山。我们古玩行业赖以生存的就是信誉2字，雪月阁这种行为就是在绝咱们整个行业的根呢。我作为协会副会长，绝不姑息，必须严肃处理，以儆效尤。必须得严肃处理，是应该是好好严重处理。我也很痛心，雪月阁是100年老店，当年林老爷子也是德高望重的前辈，没想到传到第3代，发生这样的事，真是让我们所有同行蒙羞。我在这郑重宣布，古玩协会将立即启动程序，建议有关部门吊销雪月阁的营销资质，并支持消费者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索赔。柳会长，柳会长，哟，陆晨先生，你是来自首的吗？哎，柳会长，你那件瓷器能不能给我看看？怎么，你还想当众销毁证据？这不是你的清远阁，由不得你胡来。不是，你误会了。我呢，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个有意思的东西。柳会长，当着这么多媒体和同行的面，你还不敢让我看一眼你手里所谓的铁证？好，就让你看，看你耍什么花样。你要干什么？给大家看他的真面目啊！陆晨，你这是在销毁！这个是一种特制的溶剂，是溶解近10年内出现的特殊高分子材料，对真正的古瓷釉面毫无影响。好，大家请看，在长波紫外线下呀，这层涂层呢，很明显的发出了蓝白色荧光，而真正的古玩瓷器啊，在紫外线的照耀下，它的荧光反应很弱，几乎没有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权威检测会被误导，就是因为他们检测的是这个涂层的年代，而不是瓷器本身的年代。荒谬！这只能说明这个瓷器是被后期处理过的，怎么能说明不是雪月阁自己动的手脚呢？哦，那这个会长怎么解释？这人不是我们云岩斋的。好，那我还有，这是一家特殊化学品公司的销售记录，上面显示1周前有一个匿名账户在网上购买了一批特制的化学品，其成分和梅瓶上的成分完全一致，而付款账户呢，经过调查，最终指向了刘女士你在海外的一个离岸公司。荒唐，这也是伪造的。没事，我还有。陆晨，那这个呢，是我们从中间商那里拿到的合同复印件。哦，甲方柳如烟女士，乙方代号鬼手，酬劳1000万。任务要求制作一件能够通过常规检测明代青花的高仿品，并且伪造全套雪月阁收藏证书。同时用特殊涂层处理一件真品明代青花，使其在特定检测下能够呈现
现代特色。如烟小姐，你说你这处心积虑，先让鬼手里仿造了一个可以以假乱真的假货，然后呢，再去寻找一件真品，用特殊涂层处理，然后呢，通过云烟斋低价卖给急需寻找拍品镇场的雪月阁。拍卖成功后呢，你再让你安排好的买家带着权威的专家，然后用专门检测涂层的检测方法，当众证明这是假货。你一环套一环，好恶毒的计策呀！首先呢，可以让你赚到500万的拍卖款，而且还能让雪月阁身败名裂。同时呢，还能巩固你在行业中的正义凛然的形象。哇哦，一石三鸟啊！你好厉害啊！你血口喷人，这是你们和雪月阁联合起来伪造的，你们要陷害我！还在讲。柳如烟女士，我们是执法人员，你涉嫌组织策划多起商业欺诈、伪造文件、损害公司信誉等多项罪证，这是拘留证，请你配合调查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是被陷害的，陆晨的。陆晨，我做鬼都不会放你，轻点儿。走，路上小心点啊，注意安全啊！我是被陷害的。陆晨，今天要不是你，雪月阁就完了。那些证据、那段监控，你是怎么拿到的？我都不知道仓库外面还有隐藏摄像头。哎呀，自从上次刀疤来闹过之后，我就建议月如姐加装几个，有备无患嘛。不只是摄像头，还有那个化学品公司的记录，还有那个鬼手的合同，你一定费了很大的功夫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举手之劳嘛。你们雪月阁好了，我们清远阁才能好。我们是盟友 ，We are family。不只是盟友，陆晨，从我第一次在古玩街上遇到你，你抱着那个脏兮兮的鼻息，我就觉得你很特别。还有你和柳承仁对峙的时候，你的眼睛里好像有光。后来在赌石场，所有人都笑你，可你就是那么的镇定自若。今天也是，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完了，可是你一站出来，我就觉得天塌不下来。陆晨，我发现我越来越在意你了。每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的心都会莫名其妙的加快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就忍不住在想你在做什么。今天在发布会，你一走出来，我差点都哭出来。那个林雪，你让我说完，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陆晨，小雪，小雪，你让我说完，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陆晨，小雪，太晚了，我送你回去休息。小姨，你先回去，我还有话要跟陆晨说。今天忙了一天了，又担惊受怕的，你也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感谢的话，以后有的是机会说。陆晨啊，今天的事谢谢你，这个人情我们雪月阁记下了。走。走。陆先生今天在发布会的表现，真是令人印象深刻。简小姐过奖了，我是对手的破绽太多了。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，那些破绽换做旁人，就算摆在眼前也未必看得穿。观察力、判断力，还有在关键时刻拿出决定性证据的魄力，不是人人都有的。我一直都很欣赏有才华的人，尤其是像陆先生这样深藏不露，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的。今天时间仓促，有很多细节还没来得及向您请教，不知道陆先生明天下午是否有空？我想私下多向您请教学习。我知道一家很安静的咖啡馆，很适合深入进。明天我约了2个老工匠去看看木料，要不然咱们有什么事的话，在群里也可以说，或者是在这里也可以说的。看来是我太过着急了。也好，那就期待下次深入的交流。看来是我太过着急了。也好，那就期待下次深入的交流。
I'm falling deeper tonight. 哎呦，这叫啥事儿啊？陆晨，月如姐，今天谢谢你，不仅仅是为了替雪月阁解围，也为了小雪。那丫头年纪小，心思单纯，藏不住事儿。她今天说的话，别往心里去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也没多大事儿。她呀，岁数小，精力又少，情绪大起大落的，所以会误解和产生一些依赖，很正常。我呢，把她当朋友，也把她当成需要被我照顾的妹妹。你能这么想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小雪确实年纪小，喜欢感情用事。我知道以前对你有些误会，态度也不是很好，但我这个人习惯了保护小雪，保护雪月阁，对接近我们的人多有防备之心。你不一样。哎呀，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We're family。哦，下周江城有一个私人鉴宝会，来的都是有分量的老藏家，不对外。他们给了我一个名额，让我可以带一个搭档去。我想邀请你一起，作为我的搭档。私人鉴宝会，挺有意思啊。那你是答应了？可以，晚点告诉你时间地点。陆晨，你快帮我看看，这几笔账我怎么都对不上，是不是系统出问题了？你这个是出库和入库记反了，然后佣金小数点好像错了。哇，你好厉害啊！一眼就发现了，我看半天都没有发现。作为感谢，我请你吃午饭吧。我知道新开了一家日料，超级好吃。走。吃饭。走。陆先生，尝尝这个，朋友从云南带回来的古树普洱。哦，这批玉器里有几件高古玉，纹饰特别，我有些拿不准。你看这个，就这个龙纹配，你看这里的游丝毛标，是战国的典型工艺，还是后世仿刻？这个工艺是老的，就是沁色有点浮，然后需要仔细看看孔道和包浆，但是整体应该是真的。有你在，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下周的那个私人鉴宝会，月如姐跟你说了吧？我也有收到邀请函，我们可以一起去。陆晨，月如姐，来，小雪那丫头非说自己煲了汤，让我给你送过来，说是感谢你上次帮忙对账。不过这丫头笨手笨脚的，可能不太好喝。那你帮我谢谢小雪，你先放那儿吧，我一会儿喝。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哎呀，别磨叽了，先喝汤，凉了就更难喝了。你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喝呀！什么？柳承人这个混蛋把所有罪都扛下来了。他说他是因为嫉妒陆晨，为了报复私下做的局，柳如烟完全不知情。为了报复私下做的局，柳如烟完全不知情。执法人员传来的消息是这样的：柳承人提供了完整的作案细节，包括联系鬼手礼、购买涂料、联系买家等等，逻辑链复杂而且相对完整，并且他坚称柳如烟并不知道他的目的。父子兄弟都没这么讲义气，这柳承人又有几斤几两，我们会不知道？肯定是柳如烟在背后操控的。但是这证据链都指向了柳承人，柳如烟倒是被摘出去了。哎呀，意料之中，柳如烟没那么容易倒。
柳成人顶罪是为了保全玉岩斋和柳家的产业，这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选择了。不过经此一事，我估计短期内他们也不会明目张胆做什么。可是好气啊！就让这个坏女人这么逍遥法外了。她逍遥不了太久的，作恶的人一定会露出破绽的。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是让雪月阁变得更强大，站稳脚跟。李总，有一位叫李小文的小姐说想见陆晨陆先生。啊？你来干嘛？陆晨，我对不起你。哎，李小姐，有话直说啊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了，但是我必须要把真相说出来。和柳成人在一起，我是被逼的。他用我家里的生意威胁我，如果不跟他在一起，他就让我爸妈在江城待不下去。哦，我一个女孩子，我能怎么办呢？陆晨，我心里一直只有你。哦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很后悔，我每天都在想你。离开你，我是迫不得已啊。哦，你意思是之前逼我下跪，然后当众嘲讽我捡垃圾，这些都是被逼的呀？没错，都是柳成人他让我这么说的。我要是不说，他就会打我骂我。你看，这都是他打的掐的。陆晨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软弱，不应该屈服。柳成人他现在进去了，柳若烟也自身难保了，我自由了。yes。陆晨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？我知道你现在很厉害了，又跟雪月阁的关系不错。如果我来帮你，我们一起联手，一定能，一定能。哎呀，李小丸，你手臂上的痕迹啊，颜色深浅不一，方向凌乱，这个是不是更像是不小心划伤，或者是故意弄出来的吧？至于被逼啊，你说之前那会儿，我看他送你首饰、名牌包的时候，你在发朋友圈的时候，没看你不情愿呀。你在赌石场看见他连续赌涨的时候，你眼里的兴奋和贪婪也不像是装出来的呀。陆晨，你怎么能那样想我呢？我是真的爱你的呀。爱，你的爱就是在我们家最落魄的时候转身就走，然后投入柳成人的怀抱，是吗？你的爱就是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对我极尽嘲讽，在发现我有能力以后又想来分一杯羹，是吗？不是的，别把别人想的跟你一样蠢，听懂了吗？告诉你啊，咱们早结束了，以前是，现在是，以后更是，给你留点体面，自己滚，别让我叫保安。还有，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你的戏啊太假，你知道吧？陆晨，你别以为你搭上雪月阁你就了不起了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！哎，报个班啊！表演班也不贵，练练演技这方面以后都有用的呀！啊！陆晨，那个坏女人又来找你干嘛？哎呀，陆先生，没事吧？如果需要法律层面的帮助，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律师。不用。看来确实需要加强安保了，别到时候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放进来。啊？不是，你们干嘛呀？就一点小事儿都解决了呀？怎么能是小事儿？他肯定没安好心。陆晨，你不能再心软了，她这种女人最会装了。林雪妹妹，陆先生慧眼如炬，真假人心自然分得清。你年纪小，容易感情用事，分不清依赖和别的感情，是吧，陆先生？是。简学姐，你说谁呢？我分得可清楚了。我就是喜欢陆晨，怎么样？小雪，你又胡说什么？喜欢？
林雪妹妹，感情不是过家家，陆先生需要的是一个并肩同行、彼此理解的伙伴，而不是一个时刻需要被照顾还会添乱的小朋友。我才不是小朋友，我可以帮陆晨的，而且我现在鉴宝也有进步了。陆晨，你说是不是？我现在鉴宝也有进步了，陆晨，你说是不是？不，我想起店里好像有点事儿，我得先走了。站住！下周末的私人鉴宝会，陆晨是我的搭档，我们已经约好了。小姨，月如姐，小姨，你耍赖，你都没告诉我。月如姐，我记得雪月阁也收到了邀请函，我作为首席拍卖师，陪同陆先生出席似乎更合适。我负责安保，保护鉴定师和藏品的安全是我的职责。再一个，我早就约好了呀。我不管，反正我就是喜欢陆晨。你们是不是也喜欢他？你说，你喜欢谁？我这别！哎呦，姑奶奶，你们这是干嘛呀？这姑奶奶。好，那我们公平竞争，看谁最后能赢得陆晨的心。但是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，要堂堂正正的。好啊，我对自己有信心。随便你们，不过一切要以雪月阁的工作和陆晨的意愿为先。别给他添麻烦。那就说定了。陆晨，陆晨，期待与你在工作和其他方面都有更深入的交流。自求多福。还挺热闹啊。这给你。哟，我当是谁这么大阵仗呢？原来是打假英雄陆大师和雪月阁的3位倾国英雄。柳如烟，你还敢出现？我为什么不敢？我又没犯法，犯法的是我那不成器的弟弟，倒是你们凭借着某些人的好运气和特殊手段，才勉强没倒。怎么，现在靠组团卖笑来撑场子了？陆晨，你这左拥右抱的，这忙得过来吗？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再让我听到你嘴里不三不四，下次可不是一个巴掌这么简单。林月如，你敢打我？藤井先生，你看他。陆先生吧，使劲使劲。别人藤井一郎，藤井商会的会长。柳小姐呢，是我们商会的特殊顾问，更是我的朋友。年轻人有点火气，我也可以理解，但动手打人有失风度。藤井先生，风度呢是对人的，对于这种上来就狂吠的东西，我的同伴只是让他清醒点。如果藤井先生觉得不妥，可以让保安去调监控啊，看是谁先口出狂言的。藤井会长，没想到你对我们江城的古董圈也感兴趣。柳小姐能成为您的顾问，真是找到了好归宿。希望柳小姐这次经手的东西都能干干净净，别再闹出什么误会。哎，简小姐，您说笑了。藤井商会做生意一向注重的是信誉、眼力。倒是陆先生，我听说您鉴宝的眼力非凡，连真古斋的王掌柜都甘拜下风。那今晚可得长长见识啊！嘴皮子厉害有什么用？
拍卖场讲究的是真金白银，凭借女人和运气上位的，还真把自己当盘菜。今晚呀，可不是靠嘴就能赢的。说的对，那咱就一会儿拍卖会上看看实力呗。希望藤井商会资金准备充足，别像某些人一样，只会虚张声势。有点意思。那咱们拭目以待。各位尊贵的来宾，大家好！好，欢迎来到本次私人珍品拍卖会。话不多说，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件重器，第38号拍品，传承有序，北宋汝窑天青釉碗。此碗源自海外某古老家族珍藏，流传有序，釉色天青，清澈如洗，器型端庄，乃汝窑器中上品，起拍价300万人民币350万，350万，380万，380万，500万，500万，550万，550万，800万，800万。陈哥，这个碗好漂亮，感觉像拥有了整个天空。不过，是不是有点太贵了？是挺漂亮。 800万第一次，800万第二次，800万第三。等会儿，厨师，你这碗有问题啊！厨师，你这碗有问题啊！请暂停拍卖。不是陆晨，你要是买不起就别捣乱。 这不是你哗众取宠的地方，怎么看藤井先生出价高急了？年轻人，你应该懂得拍卖场的规矩。你质疑拍品可以，但你要有证据，否则你会负法律责任的。主要是可以证明这是一个以假乱真的赝品呢。说什么呢？这位先生，您说的可有依据？ 我们有3位权威专家联合开具的鉴定证书。哎呀，爱谁谁！不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们证书或许没问题，但是你们这个东西本身有问题啊！要不然请王掌柜来长长眼吧。哎，王掌柜，王掌柜，哎，在那儿呢，长长眼眼。这釉色如玉似冰，宝光内敛，开片自然，蝉翼纹、鱼鳞纹交错，确是宋儒风貌，老气十足。此物大开门呐！听到了吗？前辈也都说是真的，赶紧给藤井先生和各位道歉，然后滚出去！赶紧给藤井先生和各位道歉，然后滚出去！ 王掌柜，要不然您用高倍放大镜仔细观察一下碗心底部，然后呢，再用紫外线照射同一区域试试。这是民国时期的仿制标记，难道这是鬼手周的作品？这怎么看出来的？传说。 他能用真品碎片拼凑，甚至用真胎挂假釉、老器新工仿制之物，连仪器都能骗过。惭愧，今天若不是这位小友的点破，老夫恐怕要在这里打眼了。此碗堪称真赝合体，仿制技艺以真化境啊！哎呦，这就是真的是假的呀！这不可能啊！
精彩！陆先生果然名不虚传，好眼力，鄙人差点就花了冤枉钱，佩服。哈哈哈哈！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坐下吧。感谢陆先生避免了一场重大交易纠纷和损失，我们尽快撤下这个拍品，严肃地追查来源。刚收到消息，那个藤井一郎表面是跨国商会会长，实则是国际文物走私集团黑莲在东亚的重要人物。这个拍卖会可能有他们洗白或出货的渠道。果然是蛇鼠一窝，柳无人这么快搭上这条线，看来是铁了心要跟我们死磕到底了。各位来宾，接下来是我们今晚压轴的拍品，一尊鎏金佛，据传出自山西某古寺，年代久远，法相庄严，起拍价500万人民币。就这玩意儿还值500万？我还以为压轴是什么宝贝呢。就这，价值低，品相也一般。我看呀，200万最多，顶到头了，谁买谁大冤种。600万，600万一次。陈哥，这个佛手看起来好旧啊，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感觉不如刚才那个碗好看。600万2次。这件拍品，我必须拿下。这件古这个东西看起来有什么不一般的吗？非常不一般，这可能是一件失踪千年、牵动国运的绝世国宝，必须拿下它。具体的拍了再说。需要多少资金？我们雪月阁全力支持你，不惜一切代价。 600万，1000万，1000万。不是陆晨，你是刚才出风头出上瘾了，还是有钱烧得慌呀？这真不是自己花钱哈，傍上雪月阁这么大款了，财大气粗。2000万，5000万，疯了，绝对疯了！你们就这么看着他败你们家底儿啊？陆晨说值就一定值，我们雪月阁愿意。我们雪月阁代表陆先生出价5000万，资金充足，请放心。年轻人，我善意提醒你，适可而止。有些东西不是你能碰的，更是你碰不起的。8000万，1亿人民币，1个亿。这位先生出1亿人民币，还有加价的吗？真是有钱少陆先生有魄力，我退出了。希望这件宝贝能够真的物有所值。1亿1次，1亿2次，1亿3次，成交！恭喜陆先生。陆晨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花1个亿就买这破佛手？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柳会长怎么这么关心啊？可惜和你没关系，要不，或者说呢，和你背后的主人没关系。年轻人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有些东西你懂得太多，拿的又太多，未必是福气。希望我们后会有期。这句话呢，我原路奉回。江城的水啊，太深了。等回头呢，您的生意要是做大了，别忘了低头看看脚下的路，好吧？
那两个鞋带开了呀。是。哎呀，你有病啊！财大气粗啊！我肯定付得出这个钱。表面浮尘主要是棉絮和居士尘，酸性不高。但耳道和眉弓弯折处的垢壳成分复杂得多。你看这结痂的厚度和颜色，里面应该混杂了大量香灰、油脂，甚至是历年不当清洁留下的微量化学残留。颈部的铸造痕迹呢，与明代中期官造佛像的工艺很像，是老头。没错，不过这个击打痕迹很新啊。新？有多新？不会超过20年，而且力度和角度都很刁钻。就像是用什么尖头工具故意为之，应该不是意外磕碰，这更像是什么拙劣的试探，或者是想破坏什么又不敢用力。试探？你怀疑有人知道这佛手内藏玄机？是当年经手过它的人，还是最近的买家？哎，找到了，在这儿，在正面。正面？这么明显的位置？佛家呢讲究明心见性，最关键的线索就藏在最显眼，却最容易被惯性思维忘了的地方，就是这个眉心的白毫像。你看。这个拼接处果然有缝隙。果然是。传国玉玺，这不会是真的吧？这光不是普通玉石，是顶级的和田玉籽料，还是传说中的某种古玉？这玉质是顶级的羊脂白玉，而且是老坑料，油性、密度、光泽都达到了极致。看着赤狐钮的雕工，是典型的战国到西汉的风格，霸气内敛，细节处理非皇室工匠不可为。这难道真的是？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和氏璧为材，赤狐鸟，李斯篆书，金镶玉角，所有特征完全吻合。这真是传国玉玺！天啊，陆晨，这不仅是国宝，这是承载了2000年华夏正统象征的神器。陆晨，你找到了传说。月如姐，我俩看见了。陆晨，你跟简雪在一起吗？小雪没去找你们啊？啊，小雪，你们不是说一会儿一起过来看佛像吗？对，我们是约好了。
但我处理完安保细节，给他打电话，他一直没接。我打到家里，保姆说他下午接了个电话就匆匆出门了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我打了10几个电话，一直都是关机。他从来都没有这样过。我查了一下他手机最后的地点，他在城西老码头附近，那地方鱼龙混杂。城西老码头？他又不会去那儿，什么时候失联的？大概2个多小时前。我在想，会不会是柳如烟，还有藤井商会那帮人？他们今天刚刚在拍卖会上吃了大亏。如果是绑架或报复，时间点太巧了。我们刚找到玉玺，除非他们从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佛手本身，而是还有其他目的。那个，玉如姐，你这样，你先别急，你赶紧去调取所有能调取的监控。我和简雪先去城西老码头，咱们随时联系。我现在就去。走。我去开车，需要通知执法人员吗？先不要，万一真是他们那边的人，你通知执法人员可能会让小雪更危险。咱们先去吧。行，快走。唐景先生，您看这小丫头片子都沦落到这种地步了，还这么不老实。不过有她在正好，不怕陆晨不把东西交出来。雪月阁这几个女人里最宝贝她了。藤井先生，咱们的人可都安排好了，是不是等陆晨把玉玺拿出来，咱们就……山本组的人马上就到了，他们负责善后，东西拿到手，我们必须马上转移。江城的水太深了。那咱们安排完这些，藤井先生，您真的会带我回倭国吗？您之前说过的，只要我在您身边，做什么都行。现在还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东西到手，会有你的荣华富贵。安静点。小雪，小雪，小雪，来的还挺快呀！看来这小丫头在你心里分量还是挺重的。陆先生，你胆量还真大，看来拍卖会上的提醒你没听懂啊。玉玺。否则，这位美丽的小姐美丽的脖子上会留下一道并不美丽的刀疤。你先把它放开，玉玺没在我身上。不在你身上，那你去拿呀！给你半个小时，不，20分钟。东西不拿来，你就等着给他收尸吧。找死！找死！林月如，你们先去救小雪，我来收拾这个小八嘎。连我外甥女你都敢欺负，也不打听打听我是干什么的。小雪，没事吧？小雨，他们用我爸妈的安全威胁我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不怕不怕，我们都来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藤井一郎，藤井商会的会长。得罪了山本组，得罪了藤井商会，今后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，在倭国，在全世界就没有好下场，就等着疯狂的报复吧！报复？知道姑奶奶当年在特种部队收拾了多少倭国的客人？你算老几？
还敢威胁我的家人！你要是再敢多说一个字儿，我让你这辈子只能用吸管吃饭。小姨，你们快带小雪先走吧。千雪，你帮我照顾一下她，看她受没受到惊吓。好，那你呢？我在这等执法人员过来处理。这2个人，还有他们口中的山本组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哎，不是，那你自己一个人在这等肯定不行，他们的人都快到了呀。来得好啊！就这几个窝过来的混混，可掀不起什么风了。今天来100个，姐就打100个，正好活动活动筋骨。哎呀，快走吧，可别磨叽了，安全第一。不是，赶紧带小雪走，玉玺的事儿绝不能再有闪失了。快走。那放心吧，有我呢。那你小心。走，走。小心点你。走吧。陈哥，你今天真是太厉害了！你今天在台上的时候，我都快紧张的不能呼吸了。直到你把玉玺交上去的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好像在做梦。你现在成了英雄，真正的英雄。不是想做梦，而是我们共同见证并参与了一段历史。陆晨，从今天起，你不再只是清远阁的陆晨，也不只是雪月阁的顾问，你的名字已经跟国宝回归永远联系在一起了。名声越大，盯着你的眼睛就越多。今天台下可不全是祝福的目光。藤井商会虽然垮了，但黑莲集团绝不可能只有藤井这么一个头目。还有，你身上最大的那个秘密。月如姐姐说的对，玉玺虽然回家了，但我的路可能才刚刚开始。那天结束以后，我和馆长聊的就是关于他。馆长怎么说？这个碎片是不是比玉玺还厉害？馆长说他们动用了最先进的仪器和一些未公开的仪器，都没能找到这个碎片的来源和材质，无法解析。这意味着这碎片的源头可能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馆长说他们在一些绝密的古老档案中，上面有一些零星的记载，他们都指向一个被称为元气的古老文明遗物。传说中元气被散落成了无数碎片，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能力，而我这个可能是其中之一。所以你是说，这世上还存在着其他跟你有类似能力的人，或者是寻找碎片？没错，所以藤井背后的黑莲集团，他们的目标可能从来不是走私文物，或许就是寻找这些碎片。玉玺可能就是个诱饵，或者是开启保护秘密的钥匙。那你岂不是更危险了？唉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馆长说他们要代表那个绝密小组正式邀请我加入，不是作为研究对象，而是作为溯源者。他们想借助我的能力去寻找和保护那些其他的碎片，以防他们落入恶人之手。你答应了？我没有立刻答应，我说我需要时间，也需要值得托付的伙伴。这条路注定不会平坦，路上可能会遇到一些我们无法想象的敌人，也会解开一些关于我们陆家的线索，还有一些这个世界的未知真相。所以少废话，清远阁的茶我还没喝腻呢，你想跑哪儿去？雪月阁的未来会全都压在你这位首席顾问身上，你想甩手不干可没那么容易。反正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这次你别想甩掉我。玉玺归位，星门将起。陆晨，你准备好见识真正的宝藏了吗？陈哥，谁的信息啊？那个没什么，垃圾短信。小雪，你不是说你饿了吗？我知道有家特好吃的饭店，咱一起。啊？走啊，一起呗，走。这小子又开始自作主张了。
新的棋局已经开始了。